时电轮番走，安能留魂在人间？你们这些年轻人，给我看好喽！ 雷千虎，原来你的伤早已经深入血脉，你刚刚只是在硬撑。硬撑，破船还有3000钉呢。是云梦低估他了。你已受伤，先行离去，这里交给我。是。住手！九天引雷，云中之鹤。 可惜，你来的太晚了。你的兄弟已经是个死人了。站住！天虎！我以九天惊雷撼乾坤，一指破空9万里。九天引雷术。 大家长，怎么回事？怎么会有这么强大的内力？万树飞花。 雷门双子果然名不虚传，但想要同时对抗这么多高手，也只有一个死字。我们说不死。 胡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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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我来晚了。我的年纪都可以做你们的爷爷了，与你们这些人动手，我老人家还真是有点不堪呐。不堪？前辈和晚辈动手。 就算是不堪吗？我倒不这么觉得。本就是长江后浪推前浪，年纪大，不代表道理就大。你们勾结暗合，偷袭雷家堡，这才是真正的不堪。哟，刘姐，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会说了？情之所至，性之所起。那便来。 唐老太爷有近70年的内功修为，真气护体控制住了化气，刘杰伤不到他。他们有一暗器，专门可破护体真气。唐莲一怒，可敢一战唐门老太爷？我，刘杰，拼尽全力，我相信你。小泽，
我若用出那招，10招之内我便会不省人事。那便撑上10招。好，我相信你。虽然你总是骗我。小小年纪竟能入得了那逍遥天境，天仙所传，指龙云烟。世间所有的兵器，全都是活的，它们都有生命，都有灵魂，能跟它的主人心意相通。你看好了，风可以很温柔，但也可以令猎徒刀割。此枪为枪仙所传，名破风。小桑，我接了13招，送了你3招，已经做得很好了。天洛，师姐，小泽，你走。秦天剑的刀法，有意思。老太爷，回头吧。唐莲，你很好，现在敢与我动手了，只不过这个程度还不够。老太爷，我求你，回头吧。回头？大师兄，大师兄，你带他们走。只因你们叫我一声大师兄，所以在我倒下之前，你们一个都不能死。大师兄，快退！大师兄，大师兄，大师兄，现在可否算倒下了？还不够。既然不够，那就对我出招吧。我不会再用唐门暗器。你这是要彻底摆脱唐门，加入雪月城吗？我刚才对老太爷使用了一招唐门暗器，心中有愧。我没有资格再用唐门暗器。既知有愧，为何不退？收我心中之刀。小泽，你快走，我们都可以死，但你不能。走，一个都走不了。大师兄！
我们都是一样的。这世上只有一个司空千里，一个叶若琳，一个唐凌，一个雷无忌。所以今天谁都不能死。小色，你还真是个高手啊！是啊，我之前跟你说不会武功，骗你。但是你们高手为什么每次不早点出来呢？一定要看我们都倒下来，才出来逞英雄。对不住了，小韩火。流转之术不但可以帮助你慢慢的恢复功力，它还可以帮助你短暂恢复到最强的力量。但是如果你这样做了，前功尽弃，性命危险。我应该早点站出来做个英雄。如果我能活下来的话，我们再好好聊聊。萧瑟，竟能直通逍遥天境。这便是所谓的美丽第一天才，年纪轻轻，内力居然能和我不相上下。为何我们的内力无法直接打向他，而是在三人体内流转？唐师兄，你可有什么办法？现在无论谁向前，都只有一个结局。什么？死。老太爷，你这小子，居然杀了老太爷！我来给老太爷报仇！萧瑟，萧瑟，萧瑟！在下还有心中300，阁下可愿再试？来了，来了。那接下来的事，拜托你了。萧瑟，看来下次还是得来得再早点。你从那么远的地方过来，就是为了救他？很感动是不是？没关系，也有个人千里迢迢的为你而来，为了杀你。我们走。苏长河，姐。师傅，你没事吧？我还撑得住。在这儿等我。外公，我来了。你来啦？啊，吴外公要给我一把什么剑？当然是世上最好的剑之一啦。最好的剑之一？莫不是在剑谱之中？来，你看看这两边的剑谱，10大名剑，乃是当今世上最好的剑。你看看，这剑谱第10，
无忧。其剑银白如玉，剑身修齐秀丽，不似人间之剑，隐隐有飘然的仙风。现传人不知。这剑谱第9，霜雪，其剑乃是雌雄双剑，秋之霜，冬之雪，单剑平凡，可是双剑合璧，却有神威。现传人不知。这剑谱第8，皓阙，其剑可称得上人间正气第1剑，浩然正气，可斩千魔。原北离大都护所佩之剑，现藏于天启城的天剑阁，由剑奴守之。这剑谱第7，洞千山，其剑的剑气是浩瀚无比，一剑起动千山，起万朝。这10大名剑之中，唯一当世铸剑师所铸之剑，现传人不知。这剑谱第6，青霄，其剑乃是望城山的镇山之宝，历任掌门所佩之剑，现传人为望城山掌教赵玉珍，位列5大剑仙之玄剑仙。你再来看看这边，这剑谱第5，破军，其剑钝而厚重，非天生神力不能无，称王霸之剑，现为怒剑仙严战天佩剑。剑谱第4，这世上的剑，有的是4个字，有的是3个，最多的是2个字。但是这把剑，它只有1个字。心。对，这剑谱第4，心，唯一一把以单字命名的剑。这剑可通灵啊，它与剑主心意相同，剑意纯粹，可断凡剑剑意。其剑为剑心中历任传人所佩之剑，现传给雷无节。外公是想把这柄剑传给我？这把剑本来就是你母亲所佩之剑，现在由你来继承，那也是理所应当的嘛。不过，有人认为剑是剑，人是人。比如你姐姐，她不愿意接过这柄新剑，却偏偏跑到那个昆仑去求什么铁马冰河。但是有人觉得，剑即是心，心亦可作剑。比如你的母亲。外公能给我讲讲我母亲的事吗？你母亲是一个非常好的人呐，她善良聪明，性格温柔，又是天下难得一遇的奇才呀。哼，若不是遇到那个天杀的雷梦莎，她定会是剑种的传人的。母亲是怎么认识父亲的呀？这个雷梦莎与他的那个好兄弟百里东军到我这剑心中来造访，不好好的待在剑阁里，却非要偏跑到那剑心崖。你跑到剑心崖也就算了，可他偏偏要与新月比武。你比武也就算了，可他偏偏却赢了。你赢了也就算了，可他偏偏……外公，我怎么听出了一股吃醋的语气呢？从那以后啊，你母亲新月天天吵着要和这个雷梦莎去闯荡江湖。我就想啊，这闯就闯吧，这年纪轻轻的，
总不能一辈子窝在这山谷里吧？更何况这雷蒙沙也是一表人才，又是世家子弟，于是我就答应了。哎呀，这些年啊，我真是后悔呀！我就问我自己，我为什么要答应呢？我就应该把他给留下来。哎，小子，你说说，如果当初我要是留下来的话，那是不是跟今天就不一样了？是，那就可能没有我了。哎，你这个臭小子啊，你的性格怎么跟你父亲是一模一样啊？一副子没心没肺的样子。外公，你不是还有我和我姐吗？我们会经常来看您的。看我可以，打我剑的主意不行。外公，你自己说要把新剑传给我的，你可不能后悔了。哈哈哈！你个傻小子啊！这把剑可不是一般的剑呐，就算我要送你，那也得看它应不应你呀。再见。哎，小子，你不要总想着如何控制这把剑，你呀，要用心的与它交流，它才会回应你的。再试试。小杰，好久不见了。阿娘，真的是你吗？阿娘，我只是你心里的想象，是心剑与你产生了共鸣，幻化出了我的样子。阿娘，我真的好想你，阿娘。我和姐姐还有外公都已经重逢了，若是你和阿爹还在的话，我们就可以像小时候那样一起生活了。傻孩子，没关系，只要你心里一直想着我们一家人就永远在一起。对了，阿娘，我现在已经是青龙守护了，可是我不知道作为一个真正的守护到底应该做点什么。在我回答你之前，你先告诉我，你为何执剑？因为我有想保护的人。对于守护来说，执剑的意义就是守护想要守护的人。想要守护的人，守护想要守护的人，守护想要守护的人，守护想要守护的人。好，时隔10年，这把新剑终于有了自己真正的主人了。守护想要守护的人，阿娘，放心吧，孩儿定不负神。小子，听说你躲了1夜的追杀，赶紧回去休息吧。明天一早，再试试这把新剑的威力。外公，你这剩下的剑你都还没讲呢。虽然说剑谱前3甲我已经听过很多遍了，不过呀，从天下第1铸剑师的嘴里讲出来，那还是非同凡响的。好，我就应了你。来，这剑谱第3，铁马冰河，其剑乃是世间极寒之剑，原封在昆仑之巅，曾为绝世昆仑剑仙所有，现为雪月剑仙李寒一所配。阿姐可真是厉害，不继承新剑，去继承那把更厉害的。我说你这个臭小子啊！既然有了新剑，就应该说新剑是最厉害的。咱们能输给阿姐不丢人。这剑谱第2，
大明朱雀，其剑为无双城镇城之宝，现藏于无双的剑匣之中。这剑意锋锐，出剑必见血可翻，现为无双城的城主无双所有。也不知道无双什么时候才能拔出这把剑。哎，能拔出大明朱雀的，就证明他已经是剑仙了。那就只剩下最后这一。哎，外公，这最后一柄剑怎么是空白的呀？我告诉你，这剑谱第一，天斩，天下第一剑，天道之剑，非天命之人所不能持。现供于钦天监，有国师齐天辰守之。这天斩乃是开国皇帝留下来的神剑，已经有几百年未曾现世了。我虽然是剑心中的种主，我也没有见过此剑，自然也就画不出来呀。这几百年都不现世，他不会都锈了吧？哎，不会的，不会的。像本朝的开国皇帝那般的天命之人，又岂能是那么容易便出现的？哦。丫头啊，这个年轻人的伤怎么样了？他的问题啊可就大了，他的隐脉受了重伤。世人皆知显脉乃是指奇经八脉和12经长脉，还有15络脉。但其实人亦有隐脉，因为人的内力便是藏于这隐脉之中。此人隐脉受损，不能用武，但是我能感觉到他的隐脉中有股可怕的力量。如果这股力量反噬，那么他就会陷入很危险的境地中。他之前应该遭遇过了一次反噬，只不过这次反噬并不严重，所以只是有些气虚，补一补就好了。但是以后嘛……怎么，还有我的小花锦看不好的病吗？你别说是我，就算我师傅来了，估计也医不好。至于我那个3心2意的师兄，怕是也医不好吧？你是说那个枪仙司空长风吧？师傅说啊，若是师兄只注重医道，那么这天下间便没有他治不好的。可是师兄又学医又练枪，还跑去当什么城主，这般3心2意还怎么学医啊？你倒是专心钻研医术了，跑到我这剑心冢里采了1年的药材。我诱惑了你几次跟我学剑，你都不肯，怎么就没有看到你把它给医好啊？我还小嘛。还小，强词夺理。有趣，这些人连那黄金棺材里装的是什么都不清楚，还敢来凑这个热闹。大师兄，我们要不要趁乱？那个白发御剑的人我看不出深浅。郭子。大师兄，你刚才看清他出剑了吗？我只数到了第3剑，之后就完全看不清了。这2天清理了许多杂鱼，想不到漏网的还有这么多。恐怕我和唐莲都不是此人对手。要想对付他的话，这些天虽然远离3顾城的人很多，
但是离奇消失的人也很多。为了给唐公子省些麻烦，多余的人已经帮唐公子去除了。说的可真好听。不过就是先把和我抢的人杀了，再来和你抢。哼，也是这个道理。看来你也是为了那口棺材来的，那是雪月城的东西。看来你并不知道自己护送的是什么，那并不属于雪月城。你知道里面是什么？那是自然。阁下或许弄错了。现在美人庄内最重要的事情，乃是在下的赌局。若阁下不感兴趣，便请移步吧。赌局？生死局。我是一名剑客，掌握我生死的只有剑，而不是几个头子。不过今晚我倒是有兴趣陪二位玩玩这个游戏。如果二位赢了，我就再给二位1夜的时间去逃。看来你真的很自信。自不自信的，赌博就知道了。隔空取物，这种江湖术士的小把戏你也用？怎么？过来呀！你们雪月城的人脑子里面除了打打杀杀就没别的事了。一局定输赢，你们赢了我走，我赢了把东西留下。听上去倒是很公平。我曾经在天启城的千金台连着跟人赌了3天3夜，最后还赢下一座城池，你可相信？耳听为虚，眼见为实。公子既然能赢下一座城，那么5、6来打。所以你们这些江湖人啊，就是没有情趣。所谓赌局，最好玩的乃是一个“赌”字。可若是提前就把结果都料到了，那这赌局还有什么意义？那你说，压什么？我赌5、5、6。到。你，好。压定离手。不好！碎空石，中招的人外表毫无伤痕，五脏六腑却会被全部震碎。这头中里的头子恐怕已经……当然不好。既然是赌局，哪有那么容易？公子要改吗？改。所谓赌局必胜之法，就是相信自己会赢。只要坚信自己会赢，那就一定会赢。开！5、6。公子好功夫。不才不才，一个小戏法罢了。我可不会武功。不会武功，接下来的路可都是险路。公子不会武功，还是不要趟这滩浑水的好。阁下难道是要反悔？我说过我不会杀你们，但是我的伙伴们不同，他们可没有我这么大的耐心。我们也有一个同伴，虽然他脑子不大好使，
不过手上功夫不错，你的同伴未必能占得到便宜。如果你知道我是谁，定然不会这么说。天外天，白发仙。天外天，若是在12年前，这确实是一个镇得住的名字。你是谁？你怎认得我？知道你们的人不多，但总归有人知道。想不到，天外天的人还敢出现在这里，你们忘记了曾经的约定了吗？无双城的卢玉宅，想不到你们也来了。唐莲，无论我们之间怎样争抢，黄金棺材绝不能落入此人之手。那黄金棺材之内的事物，原本就属于我天外天，想拦住我？世间武功分为9品，9品之上有4大境界，分别是金刚凡境、自在地境、逍遥天境，以及只有传说中的神游玄境。这白发仙武功已然入了逍遥天境，天外天，果然名不虚传。这天外天究竟什么来历？天外天的名字你可能没听过，不过他们的另外一个名字你一定知道。魔教，魔教。胜算吗？要不是他手下留情，刚才那一剑，咱们已经……都是故人之后，看在你们师尊的面子上，我不会杀你们。如果再敢阻拦，可就别怪我不留情面了。云霜。云霜，赵子柔，月如印，无双城的无双剑匣，据说已经有100年无人能够使用它了。小鬼，报上名来。天下无双城，无双。雪月城出事之后，天下无双城就把“天下”2字去掉了吧？哼，迟早会加回来的。有趣。你想怎样？见高手不能失之交臂，自然是想向前辈讨教一下。狂妄！我可没时间跟你们耗。别跑！无双，回来！追！方才的白发仙说他还有同伴，我若是你，现在就去守那个棺材。还要追吗？追！这是雷无极的霹雳刺。我乃江南霹雳堂雷家雷无极，还有不怕死的要上的吗？上！
雷家的火灼之术，难怪。上！黄莲，你竟然还能活着从里面走出来！怎么样？这功夫我也是刚练成不久，还不够熟练。不过现在好了，打他们10个8个的不是问题。哼，火灼之术乃是燃烧自己心中之火，短暂获得神力之术。你的心柴又能燃烧多久呢？哼，打你们这些不人不鬼的家伙，足够。好大的口气！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居然是这种邪术！邪术？什么邪术？你看，怎么了？你觉得有什么异样吗？好大的月亮，倒是像纸糊的一般。今天是22，天空中本应是一轮下弦月，怎么会出现满月？那师兄的意思是，这是孤虚之术。所谓的孤虚之术，就是一种邪门的阵法。在孤虚阵中的人，仿佛都进入了梦境一般。接下来你可就要小心了。在这孤虚之中，一切皆为虚幻，但是一切又皆可为实。师兄，你说的什么我不太懂。小心！师兄，击中了！师兄，你怎么做到的？孤虚之中，无数杀机藏在其中，你所看到的不一定是真实。所以这个时候，你要放弃你的眼睛，用耳朵去听。放弃眼睛？听声辨位是血月城的必修课程。你且听好，天地若大，风无处不在。孤虚之中最大的弱点，便是能隔绝外在的一切声音。所以，在孤虚之中，你只需要仔细聆听。当你身边的风被撕裂的时候，就是敌人暴露自己位置的时候。听风。击中了！天赋异禀啊！毕竟呢，也是从小习武，这听觉也是练习了许久的。听风辨位，仗目杀人。若是以为这样就能破了孤虚之阵，那也太天真了。我猜的果然没错，大师兄为了见天女母，一定要路过梅林庄。只是看这架势，他们似乎被这些人用什么阵法给困住了。难道这就是阿爹当年抵御魔教之时所遭遇的孤虚之阵？师兄，怎么那么多？
现在该怎么办？不要慌，守住心神，他们奈何不了我们。只要拖住你们，等到白发仙大人回来，看你们能翻出什么花样。阿爹跟我说过，空袭之阵靠的是阵法和破音的结合，只要断其一，便能破其阵。师兄，什么声音？是枪击之声，前面来了。你别说话，我要去寻那声音。阵破！怎么样，师兄？咱俩这配合简直天衣无缝。这位就是司空姑娘吧？在下刘无节。别松懈，还没结束呢。你，哼，这个邪术已经被本姑娘给破了。你们还有什么招数，就一起使出来吧。是啊，阵破了。你们到底还是跟上来了。说实话，得罪雪月城并非我们所想。不过现在看来，连无双城和天外天都参与进来了。今日我们再不出手，恐怕就来不及了。那棺材中的事物与我们关系甚大，实在是无法放弃。这棺材里究竟装的是什么？对于有些人来说，里面装的是荣华富贵；对于有些人来说，里面装的是绝世武功；对于我们来说，里面装的只是一个答案。答案13年前，别说了。13年前望一楼惨案，望一楼一夜之间惨遭灭门。只有楼主谢柳依的长子被打晕之后，留了一命。醒来之后，却失去了那晚所有的记忆。后拜入天泉老人门下，做了杀手，江湖人称明侯。知道的还不少。可惜了，这望一楼惨案本来就是一桩无头案，即便当时有线索留下，可如今13年过去，也是无迹可寻。你真就这么确信这棺材当中有你想要的答案？不过说实话，我对这棺材倒是越来越感兴趣了。住手！这是越来越有意思了。诈尸了！还是个和尚，还是个活和尚。没有结巴，不是和尚。先把他带走再说。
我见过你。我拜会过忘忧大师，不过大师不肯帮我。老和尚早就说过，你要的答案，不论是什么，必将成为心底之魔。忘忧大师一片苦心，在下感激。但是知道了是心魔，不知道亦是心魔。也对。你好，你还好吗？老和尚不愿告诉你的，无心已经告诉你了。这是施主的劫，施主好自为之。作为报答，我们可以带大师离开这里。这是我自己的劫，你们走吧。走。无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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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无双。大师兄，无双，快过来！无双，无双剑侠，这怎么会这样？师弟他不会？师兄，师兄，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啊？我怎么跟城主交代呀？都怪我，师兄，都是我逞强，把无双师弟给害死了。我的师弟啊，师弟！啊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哦，那家伙跑太快了，我追累了就睡着了。我打死你！我打死你！我打死你！大师兄，你松开！你松开我！你松开！冷静点，大师兄！我过来！冷静，过来！冷静！别说了。罢了，此人武功极高，一不小心就把你弄死，没事就好。那咱们现在干嘛？就算现在再回那美人庄，也够呛能抢到那东西了。先行撤退，从长计议吧。走。别，不能看他眼睛。你的接头人终于到了。在下无禅，这位是我的师弟，也是忘忧大师的俗家弟子，无心。此处不是讲话之处，我们先从这里离开吧。莲，你不是最喜欢吃桂花糕了吗？啊，这是怎么了？我喂你。有人在，别闹。假正经。话说，你为什么要跟过来？我看上这位公子了，不行吗？对了，唐莲，我收到来信，雪月城受九龙门托付，派了你来护送师弟与我碰面，并未提及这几位朋友。
请问他们是？这位是枪仙司空长风之女，司空千落。在下江南霹雳堂雷家雷无极。驾！我只是个小客栈的老板，同外面那个雷门的小兄弟一同去雪月城办点事情。这位是美人庄天女蕊，此次他们二人与我同行。那你的师弟为什么会躺在黄金棺材里啊？这黄金棺材乃寒水寺镇寺之宝，可压制所躺入之人的浑身内力。压制？我师弟修习罗刹堂32秘术，大觉师傅觉得师弟十分危险，故要求以黄金棺材为压制来护送。传闻罗刹堂的秘术，习得任意一门便能身具神游。想不到你的师弟竟一下学了个全。忘忧大师是昔日的禅道大宗，他为何会允许无心师弟修炼这秘术？这些就得从忘忧大师本人说起了。忘忧大师习得佛门6通，其中以他心通最为不凡。传闻去寒水寺参拜的香客，只需注视忘忧一眼，无需言语，自省心中罪恶。这么厉害，都不用说话的。他心通修炼至极致，能一眼看透人的内心，改变人的内心，是以佛法度人。不过就在几个月前，忘忧大师却忽然圆寂了。江湖传言，忘忧大师圆寂之后，尸体倒地为尘，瞬间灰飞烟灭。传言并没有错。为何突然圆寂了呀？还是江湖传言，忘忧大师是被人逼至极致，忧思而死。这位兄弟知道的很多。是的，有人一直在逼师父交出师弟，因为我这师弟也曾展露过师父那窥探人心之法。他练的是心魔引。心魔引，这又是什么武功？我从未听说过。他心通窥人心，悟其道。可心魔引这门武功，窥的不是人心，而是心魔。若是我没猜错，你这师弟无法正常修习佛法，所以忘忧大师安排他去罗刹堂修炼秘术。如今那32门秘术，只存在于无心一人身上，又是这般厉害，难怪会引来这么多人的争斗。大觉师父想用伏魔神通消除无心身上的禁术，这岂不是要废了他？可据我所知，无心师弟在接到消息之后，便运用归西之术躺入了棺材中，并无反抗。那魔教对你师弟感兴趣，也是因为罗刹堂秘术。魔教？行了，知道魔教太多的事情，对你们没好处。他说的没错。你是谁？又是你！行了，把人交出来，我放你们一条生路。做梦！师兄，我来帮你。看好我师弟。你不去帮忙吗？我又不会武功，看好无心。那白发仙的武功已入了逍遥天境，又岂是你们几个能讨得到好的？哎，等等我！哎，等等我！我还没上去呢。
没用的，那家伙境界太高，不是你们人多就能解决。那怎么办啊？用这个呀。你知道那个是什么？像这种形状的火器，应该是雷门的麒麟火牙吧？那可是号称麒麟一怒，剑仙不出的大杀器。那玩意儿制作方法早就失传了，现在解射那把还在门主手里，怎么可能给我呢？啊，不对，这事门主好像不让说。雷门不幸啊。不过你说的对，也只能用那个了。我不想和你们几个晚辈纠缠。再说一遍，把人交出来，我的耐心可是有限的。让开！想不到竟然是这样。剑，雷门不是明令禁止门内弟子练剑的吗？这难道就是杀戮剑？长剑纱布，你是雷轰的弟子。好啊，一个个的当真以为我不敢杀你们。剑气，看来他真的是动怒了。香，实在是太香了。霜叶红，想不到你伤得这么重，还能有这样的手法。唐门这一辈中，你能排进前3了。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？什么话？3步唐门，1步阎王。看来我还是小看你了。你们还有谁想来？还有我。不想落个终身残疾的话，别起来。喂，你还能不能站起来？别看了，只有你能听到。如果你还有一点力气的话，那就站到我的面前来。还看什么？再看那个白头发的家伙就要把我带走了，赶紧的，站到我的面前来。唐莲，我本不想杀你，你又何必逼我？还有多少暗器？透骨钉、铁蒺藜、龙须针，你只有一击的机会，全部放出去。万术飞花的手法不是每个唐门人都能掌握，但你是唐莲，你一定没问题。既然你执意如此，那就再接我一剑，就是现在。
你没有让我失望。不过这种程度，还是挡不住他多久。